各位线上读书会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转念转命第一集。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好命，我觉得就是要转命之前要先学会转念。那什么是转念呢？我们来看教育部词典的说法，就是改变念头，改变想法。好，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容易理解。可是有些人观念就是转不过来，好，就是脑筋比较顶扣扣一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曾经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幅图画很有趣啊，就是巴士奈子画的。他说：“我叫学徒去买手套，买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呢？那个学徒也很无奈啊。他说：师傅，我就买不到右手啊。如果你有看到那种工作手套，就知道它都是同一面嘛，所以就是买2个一样，一个转过来，然后另外一个不要转，就是刚好左手右手。可是他就是脑筋转不过来，就看到2个都是这样一面，就想说哇，我都买不到右手。好，就是一个脑筋比较僵化的一个例子。那我们转念的话，就要学会让自己脑筋可以灵活一点。那接下来这个例子就是脑筋太灵活了。网络上有这么一则文章就说华人跟埃及人比谁的历史悠久。埃及人说，当然是我们埃及人历史悠久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金字塔下面发现了电线。哇，那够厉害吧？等于几千年前，他们埃及人就发明了有线电。那华人也不甘示弱啊，你们埃及算什么？我在万里长城上几百年来1根电线都没看到，可见得我们华人几千年前就发明了无线电。你看，这个是一个同样一件事情，就看你怎么去说明。好，那意义结果就完全的不一样。好，那之前我们有那林嘉丽师姐的大爱剧场早点回家，里面有一段画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我们先播放给大家看。你今仔日又搁袂倒啊？有袂？才有钱会当要食呀。你较省的，你开，无好。好啊，卖食都卖食。来，你来，你来啦。你看，月玲啊，嘿，你礼拜2是有要加班无啦？唔免。阿爸，这是我这个月的薪水。好啦。安尼啦，这互你摕去做所费啦。多谢阿爸。嘿，对啦，迄个阿水嫂你讲有一个亲情啦，住伫大营遐啦。礼拜日要来甲你相亲，你的头毛嘛去set倒一下。哦。伊是咧比啥啦？李遐讲，伊已经26岁啊，应该先帮伊娶某才对。你要娶某？李遐讲，伊一直就想要结婚呢，伊想要买新衫啦。买新衫？阿爸拢无要帮伊找一个水某。要娶水某？有啊，这安尼这风声都爱赶紧放出去哦。李遐想要有人煮饭互伊食啦。安尼我知啦。好啦，我知啦。好啦，我知啦。好，相信看到这个，大家就知道，明明这个哥哥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妹妹就把它解释成另外一个方向。好，这是手语沟通的麻烦
说到这个手语沟通，也让我又想到一个故事哦，就是话说张飞跟曹操的大将在那边对峙。古代不像现在有麦克风、有扩音器，所以隔得很远听不到，怎么办？用手比的。这个曹操的大将就画一个大圆圈，然后呢，张飞就比了一个动作，这样子一个动作，然后呢，曹操的大将又比了一个1，然后张飞又比了一个3，然后呢，这个曹操的大将就拍拍肚子，那张飞摸摸袖子，就两军就没有对峙，就撤退回去了。回去之后啊，这个曹操问这个大将，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有打战你就撤退了呢？他说：以前我们都觉得张飞是一个草包啊，其实不然呢，他还蛮有学问的。曹操就问他说：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啊，说我们要包围你们。他说不怕，我们有长江，这么长的长江，不怕你们。然后我又跟他说，我们的丞相就是您啊，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就跟他比了一个1啊。就他说那算什么？我们有桃园3结义啊。好，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其实真的不是草包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丞相满腹经纶呐。他说我大哥里面我们的口名有袖里乾坤啊，所以他真的不能小看他所以我就撤退啦。那话说回去，张飞回去之后，刘备也问他说：今天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有打就撤退了？张飞说：我也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说，他们那边的烧饼这么大，我不甘心啊。我就跟他说，我们这边的油条这么长啊。然后呢，他又说，我一次可以吃1个，那算什么？我一次可以吃3个。然后那个曹操大将说：不行啊，吃太多肚子会胀啊。然后张飞说：没关系，吃完我带走。好，所以你看看，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你有不同的解读，结果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说到这个烧饼油条，想到早餐店的故事曾经有一个人去早餐店买东西，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加蛋？他就问说：加蛋多少钱？加蛋要10块。加蛋要10块哦，我在外靠蛋后啊。他是说加1颗蛋，结果那个人听了底加蛋，好，他说底加蛋要10块哦，我在外靠蛋就好啊。好，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人与人之间言语当中的误解那说到这有另外一个故事啊，那有一个顾客去一个早餐店说：老板有没有烧饼油条？只有圣诞饼啊。现在才是夏天呢，圣诞节还没有到，你怎么会卖圣诞饼？他说，老板说不是啦，只有剩下蛋饼啦。然后他听成圣诞饼。那后来老板又问那个老板说：老板有没有冰豆浆？老板说冰豆浆卖完了，欢乐的好不好？哇，豆浆还有不欢乐的吗？他说欢热的好不好？然后后来又问说，这个老板又说这个豆浆会积阴德的啊。他吃豆浆还可以积阴德？他说会积阴的啦，非积阴的啦，他就听着积阴德的。好，所以你看，这都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误会说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很有名而且很有教育意义，而且就是非常火红的一部卡通电影，叫《脑筋急转弯》。好，现在几个考题让大家脑筋急转弯一下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文章，跟大家分享。有一天，小明收到了生日礼物，可是他却把它一脚踢开，为什么？给他3秒想想看。因为礼物是一颗足球，他不踢开要干嘛？这足球本来就是要踢的嘛。好，第二个，小明每天花很多钱，最后却成为千万富翁，为什么？应该会越来越穷啊，对啊，对不对？对，越来越穷，因为他以前是亿万富翁。您猜对了吗？我们再来考几个例子小明带100块去买75块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老板只给小明5块钱，应该是25，为什么5块钱？因为小明带了100块没错，但是他是给老板80块啊，所以他只找他5块是对的然后还再一个题目，也让大家想想看，小明知道考卷的答案，但还是要看同学的，为什么？他已经知道了，因为小明是老师，谁说小明是学生？
他是老师啊。我们再考大家一个，让大家想想看啊。有一位妈妈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王美丽。为什么她特别取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会叫她美丽的妈妈，因为王美丽嘛，美丽的妈妈嘛，她会觉得这样哇，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好，再一个，小明想去上海要花多少钱？哦，光想不用钱，好，你要付出行动才有用哈。所以其实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脑筋急转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光去想，其实真的是不用花钱的。但是我们改变一个想法，可能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子，鸡跟鹅赛跑，鸡跑得比鹅快，但为什么是后到终点？因为它跑错方向。所以如果我们的思考想错方向的话，那我们的人生也会走错方向。所以转念要转正念。有一个人就说啊，听说啊，人家很多人说吃饭后抽烟对身体不好，一般人都想说，那这样我就不要抽烟了嘛，对不对？结果他是什么样？那我就不要吃饭了，我就可以抽烟啊。所以你看这个转念转到不好的念头去啊，就牵强附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解读。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新闻部办尾牙，那天的红豆汤是我们高雄卫师伯煮的，很好吃。然后回程的路上，我开车嘛，那我就跟我的儿子女儿说，今天的红豆很烂啊，真的好好吃哦。然后我儿子女儿一直在笑，我说笑什么？他说爸爸你再说一次，今天的红豆煮得好烂哦。他说爸爸你再说一次，哦，我终于懂了，我是说那个红豆煮得很软烂，他们听成很烂，就差劲的意思。所以你看，明明讲的都同样的话，就解读就会完全的不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早期的词句歌《只牵你的手》，它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唱的：一余生漂泊尝尽苦痛，失去的太多，错在哪里，缘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对呀，一切只是观念而已呀。一切的对错，怨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而已。所以重要的不是发生什么事，而是你如何诠释，你如何解释。好，这个才是重点啊。那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凡事往好处想的游戏》。我举些例子啊，这个一个妈妈问孩子说，今天上学发现口袋里面的10块钱不见了，请往好处想。然后结论是什么？说哇还好，不见的不是100块，而且捡到的人一定很高兴。哦，那他就觉得，那这样也不错啊。虽然我们不希望这事发生，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结果就会有一点不同嘛，对不对？第二个，妈妈问孩子，上学后下大雨，请往好处想。孩子就说，还好舅舅家住得近，可以帮我们送伞。妈妈又问孩子咯，用功准备段考成绩不好，请往好处想。还好不是联考。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哈，就是女孩遗失了手表，闷闷不乐，生病了。神父就问她说，如果你掉了10万块，会不会再大意另外掉了20万？她说当然不会啊。可是为什么你掉了手表之后又丢掉2个礼拜的快乐呢？对，他说对，我不应该这样子，我不要继续损失，我要往好处想，我要去把这个钱再赚回来，赚回一只手表。好，那后来我这篇文章其实撰写的一个作者是我的学弟，屏东科技大学的学弟林达宏，他也出了这本书哦。那这篇文章被很多人转载，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用得到这样的一个技巧。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要去当兵了，他就很担心抽到海军陆战队。阿公很有智慧，就跟他讲，没关系啊，万一你抽到海军陆战队，你可能就在台湾本岛服役，也相对安全啊。那孙子就会负面思考说，那可是万一我抽到
金门马祖呢？阿公说没关系啊，你去冲到金门马祖也不一定守海防，因为可能是走比较内部的区块啊。然后孙子又说，那万一我抽到海防呢？他说没关系啊，你抽到海防你也不一定会遇到水鬼啊。那时候有那种水鬼，就是对岸的海军陆战队可能摸就是水鬼啦，就是应该是特种部队啦，然后可能会割这边的阿兵哥耳朵等等，做一些伤害动作等等。然后说对，那这样对。那可是阿公，万一我遇到水鬼呢？阿公说你遇到水鬼也可能只是轻伤，也没关系嘛。然后这个孙子说，那万一我重伤呢？他说没关系，重伤你就是这个期间复原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没关系啊。那孙子说哦对，可是阿公，万一我重伤死掉了呢？阿公说你都已经死了还担心什么？好，所以你看这个阿公就非常的智慧，在凡事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点，他都能够想到好的事情哦。所以转念就是转境，悲伤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为什么不时时转换我们的念头呢？之前在好心好愿转好命当中，我好像有听过一个例子，好，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有一次听到一位讲师南亭峰的演讲，他说他有一次坐朋友的车，夏天冷气坏掉了，哇，那真的是热到受不了啊！然后他一直那边受不了，一直流汗啊，然后就觉得抱怨为什么这么热的天气，你这个车子的冷气刚好坏掉。可是他看他那个开车的朋友很高兴，还在那边吹口哨唱歌啊。他想说，为什么你那么快乐？他说，我这么热的天气，你看我一直流汗，等于我一直排毒啊。所以他这么一想，他流汗越多越热，他越高兴，因为代表他身体的毒素排掉越多。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太太就是现在读犯罪学的研究所，到北欧去报告。那个报告是一个国际会议，很特别，几乎都是知名的教授、学者。我太太是唯一的，连硕士都还没拿到，只是硕士生哦，然后去报告，也得到了一些不错的回响。那回来之后，他就说啊，买什么东西要还人情啊，还这个人情，还那个人情啊。我就跟他讲，不要讲说还人情，我们要说这些礼物买回来，我们是要感恩这个，感恩那个，还人情好像有一种欠的感觉。可是我们就说感恩他们对我们的照顾呢，是一种感恩，那种结果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说到这个，该跟大家分享改名那种感觉就不同。我举一个例子，一颗卤蛋大概多少钱？10块吧，大概10块吧哈。那如果有人就把它改名叫茴香豆蔻百里香风味蛋，你看可以卖多少钱？可以卖个搞不好40-50块都有可能，对不对？再举几个例子，地瓜稀饭改成中式炖饭佐甘薯，阳春面呢改中式佐青蔬菜细面，凉面呢改意大利细面附福尔摩沙特调酱，臭豆腐改油炸发酵豆腐切片佐生菜，红豆饼改法式焗奶油煎饼佐相思豆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改名之后，那个就可以卖个多个好几倍的价钱啊？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科系啊改了名字，比如说以前叫家政系，现在很多改名叫做生活应用科学系；以前叫地震系，现在叫做地球环境科学系；以前叫做土木系，改成营建科技系；然后呢，还有生物系改成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系。植物系改名植物病理与微生物系，食品系改名食品暨应用生物科技系。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一个系名改了之后，好像那个身价就变得不太一样了，对不对？说到这个，我很喜欢看吉米的图画，他的图画真的很棒。有一次他画了一系列名为标题是我感恩的一系列插图，里面很多发人深省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他说，当我要付很昂贵的电费账单的时候，代表我吹冷气吹得很舒服。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说，我去参教堂做礼拜，后面有一个五音不全的让我受不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还好我听得见。再举一个例子，小孩在家里就看电视、滑手机、不洗碗，可是这代表他是乖乖在家里，不是在外面做坏事、流连忘返呢。或者是我们衣服越来越紧，代表我吃的很好，有一堆衣服要洗要烫，表示我有衣服穿。一天忙完疲劳酸痛，代表我有拼命工作的能力。然后被闹钟吵醒呢，代表我还活着。或者是我们现在纷纷扰扰各种对政府的抱怨，这表示我们有言论自由。所以你看，这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诠释。有一本书叫《转念的力量》，作者是赖佩霞，他对转念的定义就是，不是要我们把头撇开，漠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提供一个明确的方法，帮助我们看清阻碍内心释怀的主因，借此找到面对现实的力量。所以他举了4个提问，1个反转。提问1就是说，这是真的吗？这个念头是真的吗？提问2，我能确定这是真的吗？提问3，有这个念头时候我是如何反应呢？提问4，没有这个念头时候我就是怎么样的人呢？那至于1个反转，就是我们好像很容易把自己的念头顺理成章的解读成应该，别人好像都要遵照我们的准则，而反转就是让我们把这些应该跟事实放在一起来看。那有提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杂志看到对他的访问，他说从小到大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不断告诫我们不要有任何负面的情绪，说那是错误、糟糕、不可取的。然而现代科学证明，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满、沮丧、愤怒、焦虑等情绪才会健康，但重要的是你要转念。而他又说，任何一个伤害自己的念头都值得参破。说到参破，我们常常会想到算命。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去算命，问说：老师，我1年内可不可以升迁呢？然后算命老师说没问题，但是1年后他还是小职员。他就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不是说我会升迁吗？他说你的工作环境是否有变动？有，从9楼搬到10楼的办公室。对嘛，由下而上称为升，移的位置称为迁，所以你升迁啦。你看这有一点硬凹的意思，对不对？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也会不同。还有一个例子大家应该都听过，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意思是说其实是希望人家不要下雨天来。可是这个想来的人呢，这个客人呢，他说下雨天逗号留客天，留我不问号，留惊叹号就是留下的意思。所以你看连标点符号不同，结果就会完全的不同。还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他说身体有缺陷代表你很健康。怎么说呢？女人腰部有一点肉可以防骨折，因为体重正常但腰部较丰满的女性，代表体内雌激素比较多，对骨骼有保护作用。第二个，痣很多的话代表更长寿，因为痣的数量和染色体末端的端粒体长度有关，痣越多，端粒体越长，衰老就会缓慢，也会更长寿。第三个，油性皮肤皱纹少，这是一个针对亚洲女性的研究。亚洲女性大多为油性肌肤，较少出现干燥、皲裂和皱纹。虽然这样更容易长痘痘，但也代表皮肤真皮组织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比欧美女性皮肤更好。第四个，腿部粗短代表骨骼结实，这是美国纽约的一个研究长寿的中心发现。腿部粗短的人骨骼直径和骨密度较大，骨骼更结实，进入老年阶段，骨质疏松发病率也较低。另外第5个，臀部大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这是哈佛医学院的发现。臀部皮下脂肪能够产生促进新陈代谢的脂肪激素，对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有帮助。第6个，耳朵大，老了听力好，耳朵大可以克服老年失聪的问题。英国的生物医学家发现，
大耳瓜可以收集的声波面积更大，让人听得更清楚。第7个，男人秃头罹癌的风险降低，因为30岁前秃头的男性罹患攝護腺癌的几率会大幅的降低。第8个，鼻子大少感冒，这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研究的发现，大鼻子吸入污染物比小鼻子少了 6.5%， 更能抵抗有害病菌。最后一个，胸部小脊椎好，这是土耳其的研究，乳房过大的女性更容易脊椎弯曲，引起背部疼痛。所以你看，凡事一体两面。我很喜欢看卡通小叮当，现在是叫胖虎，以前叫季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小叮当？有一次看到一个片段，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好像这个胖虎啊做了一些对大雄对不起的事情，后来跟他赔罪，他就送这个大雄一枚硬币，他跟他讲说，我送你这枚硬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哦，因为它的正面在反面，它的反面在正面。大雄好高兴，但不是一样吗？就是一样的东西，就是看你怎么说。那大雄就想，哇，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硬币，正面在反面，反面在正面，都是一样嘛。好，但是这就是凡事一体两面。网络上看到几句话，我觉得不错，跟大家分享。转转念，幸福就在心里面。好脾气胜过好天气，好心境胜过好环境，幸福就在转念之间。好，说说我的转念。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刚好垃圾车就停在前面，哇，我就开始有一些不太好的念头。可是我想说，平常我在马路上看到垃圾车的时候，我是感恩，因为感恩他们帮我们收垃圾，让我们的家里还有市容更干净。那这个时候，我曾经感恩的车就在我前面呢，我更应该要感恩才对啊。所以我这么念头一转，我就觉得哇，真好，垃圾车就在我前面，感恩它让我们的城市更干净。还有一次，全家从台北到台东游玩，来回的路上我们收到2张罚单，哇，第一时间好难过，怎么收到2张罚单？后来转念一想，真好哎，我们从台北开到台东来回这么长的距离，这么平安的到家，而且没有发生意外事故，只有2张罚单。这么一想，就觉得那2张罚单其实是很好的。好，当然能够没有当然是最好了，但既然已经有，我们就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可能喇叭计程车的喇叭会按啊，他问意思说你要不要来坐？那刚开始我会很厌烦，可是后来心想，他这么积极的他这样子一直希望招揽客人，代表他很用心工作，他可能有一个家要养，那我应该很感恩他，也要祝福他。哇，希望你的生意越来越好，而且他按喇叭就是祝我发啊。再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停车要离开停车格的时候，常常后面有车在等。那以前我都会很厌烦，你干嘛？是不是巴不得我赶快走啊？就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可是后来呢，我就转一个念说，哇，你好幸运哦，我才刚走你就有停车位，我祝福你，也替你高兴。结果那一阵子我特别容易找到停车位，所以你看，那就是转念，你的磁场就跟着改变。那还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出去玩，哇，儿子女儿那时候还小，在那边吵吵闹闹，哇，那个快崩溃了。正想骂他们的时候，还想说不对啊，这样的欢笑声以后长大要再听也听不到了。一转念，哇，好享受那时候他们的吵闹声，因为我知道这是我10几年后可能都听不到的。包括父母的唠叨也是啊，我们都觉得父母很唠叨，但是要想想这些唠叨以后可能都听不到了，那现在你就会很珍惜父母对你的唠叨。那像我有时候非常的忙碌，我就很高兴说，我真感恩我自己这么的忙碌去做一些有益人群的事情，我忙碌却不庸碌。那像我们也会遇到常常一些脾气暴躁的人啊，我就说我们要悲悯他，而且更要感恩的是，还好暴躁的人不是我。所以当我们这样一想，很多想法观念就会完全的不同。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转念与转命的第1集，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心得再与大家分享，感恩。